我和他之前是同事，后来接触多了，我们俩就在一起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俩特别的相爱，但是自从结婚生小孩后，我发现他整个人都已经变了。生宝宝我遭了挺多罪，宝宝对于我来说是来之不易的。生了宝宝之后，我一个人带孩子，他和他的父母并没有帮我带过。不是我们家人不想过去照顾他，是他老针对他们，冲他们发火，对我的态度就更差了。有时候连我生病了，他也不闻不问。我现在在这个家，我感觉不到一点温暖。我在家辛苦帮他带孩子，他却在外面跟别的女人搞暧昧，我就想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对得起这个家吗？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掌声有请。男嘉宾小谢29岁，来自湖南，是一名模特；女嘉宾小刘26岁，同样来自湖南，无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主持人好。好。结婚有多长时间了？跟大家说。我们认识有3年了，结婚认识3年，结婚有2年了。结婚2年。对，孩子差不多有1岁半的吧。差不多有1岁半。对，1岁半了。因为一岁5个多月嘛。今天是谁要来的呀？我要来的。要来干嘛？我觉得孩子1岁多了，他都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也没做到一个老公应尽的责任。现在在外面还跟别的女的有暧昧。我怎么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我怎么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我觉得自从你生了小孩后，你整个人变了。还有，我想问，我现在跟谁有暧昧？不就那个小雅吗？我跟你说了很多遍，我跟那小雅什么事情都没有。你说什么都没有，但是你上一次生病了，那个小雅又是跟你发什么短信，亲爱的，你好一点没有？后面又跟你熬汤什么的，你觉得没有什么吗？你还说上次我生病了，我上次打完球，着凉了发烧，结果你来我回家，你对我不闻不问。不闻不问也就算了，你还跟我说要不要给我打120，你觉得你这样做老婆对吗？你怎么不说我在家里带孩子一整天那么累，什么都做不过来的时候，你朋友一个电话打来就说出去打球，你就出去了，把我们俩撇在家里。我打球，我又不是出去花天酒地的，我是跟朋友我锻炼身体啊。但上一次你们出去做活动时，一个同事告诉我说什么，看见那个小雅站在你的房间，穿着浴袍。我真的觉得你真的想太多了，你不要误会好不好？但是小雅只是到我的房间问我晚上要不要让我们点什么东西吃，我们只是在外面做活动。她不穿着浴袍站在别人的房间问别人吃不吃什么，怎么就站在你的房间了呢？我觉得你现在就是针对我，你就是觉得我们家欠你的。我觉得自从你生了小孩以后，生了宝宝以后，整个人变得有点不可理喻。现在我在家里，我在家里，我做什么都不对。我有时候做这个他看我不顺眼，做那个看我不顺眼，有时候一点小事他冲我发脾气。听了几个核心词，一个核心词叫小雅，一个核心词叫你变了双方都说对方变了。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结婚的呀？我跟我老婆之前是在一个活动公司，我老婆当时跳舞的嘛，然后她是舞蹈演员。对，我当时还在做模特嘛，那个时候觉得我老婆人还蛮好的，然后追了小半年。那个时候还是挺甜蜜的，对吧？并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结婚其实也没有那么顺利当时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可能身体不是很舒服，喝一些中药，他妈妈知道了，他就觉得可能是我生孩子有问题了，不让我跟他在一起。老人有这担心。其实我们是因为有了小孩才结婚的。一开始的时候你母亲不同意。对，因为他吃中药。对，因为我们家我爸妈就我一个，我们谢家就我一个独苗就是你说老人家他想抱孙子，这也是人之常情吧，他有这个担心也是人之常情，对不对？有担心，是因为你怀孕了，所以他母亲说那就娶进来吧，是这意思。那到底当时是因为你爱他要娶她，还是因为有了孩子，你的母亲觉得他有孩子了，那就赶紧娶进来？我当然是爱他的嘛。你是爱他的对，你跟母亲的想法不一样。对，因为有时候毕竟是我妈妈嘛，怎么说呢？我妈妈也是一个苦命人不？生我养我，把我拉扯这么大，我不想违背她嘛。但是我又很爱我老婆，就是有时候我夹在我老婆跟我妈妈之间，其实我很痛苦的。其实我老婆她生完小孩以后，知道她身体不是很好，我都很迁就她。我不觉得她是这样子的。自从我有了孩子之后，整个孕期妊娠反应比较大，她跟她妈妈都没有照顾过我，然后我整个孕期都是自己照顾自己。我妈妈怎么没有照顾你了？我妈妈当时要过来照顾你，结果来了，你不是嫌她这里不好，就嫌她那里不好。扫地你嫌她扫得不干净，搞饭你又不吃，喝粥搞了个粥你
你看都不看一眼。那你不觉得我一个孕期时间，我觉得我胃口不好，我觉得不好吃也是正常的。那你妈妈不至于因为这样的事情，然后就直接走了，从生孩子都没有照顾过我。你觉得是我不对，还是你妈妈不对呢？但她毕竟是一个老人家，我就觉得，你觉得我们家欠你的。妈妈上次要过来看我家宝贝，看孙子，快到我们家的时候，她就带着我崽去她闺蜜家了。结果妈妈在我家坐了一下午想看孙子也没看到，是因为几次了啊？是因为孕期的时候跟婆婆关系不好是吗？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确实最开始他妈妈不同意我的时候，我也不高兴，因为在我的这个角度是，他全部是站在妈妈那个角度的。当时我就喝了个中药，其实你妈妈你可以去解释的，然后他并没有解释，他还把我的那个药方拿去给他妈妈了。但是我当时心里肯定不舒服。我打给我妈妈也许是我妈妈关心你，对不对？你明明知道他就是为了觉得我不能生孩子，他根本就不是关心我。这事儿咱们可以翻篇，反正能生嘛，也生出来了啊，事实胜于雄辩。后来怎么就跟婆婆关系恶化？这算是埋了一个小隐患，对吧？心里有个疙瘩啊。孕期她也不照顾你，等于孕期的时候婆媳关系也不好，是吧？其实这个也是主要从怀孕到生孩子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家人都没有照顾过我。我生孩子也经历挺多的，生了20几个小时，我还是坚持了生产，因为我觉得生产可能对我宝宝好一些，然后大出血了，然后也是顺利把宝宝生出来了，但是我就在想，可能孩子生出来了，婆婆跟他总会更关心我一些了，会体谅我一些了，但是我们推出产房的时候，当时他们没有一个人看我，整个人都在小孩子那里。但是我跟我妈不是也在外面守了1天夜，我们也什么都没吃，水也没喝，对不对？我们还是很担心你的。他们就觉得他们在外面等了1天夜，也很辛苦，觉得跟他们差不多。他没有想过我在里面冒着生命危险生这个小生命。就算这样，我也不想，就是说因为这个梗，你就觉得我们家一辈子都欠你的，然后你就这样针对我们家，针对我妈妈，我觉得我真的也在中间，我真的很难受。我问一句啊，月子是谁陪你过来？我妈妈。是当地的风俗，就是娘家妈来带还是？不是的，是他妈妈整个心思都是在孩子身上，其实根本就没有照顾过我。但是出了产房，然后进了病房的时候，因为生了孩子生了那么久嘛，医生肯定很脏，我就希望他妈妈端个热水给我擦下，然后他妈妈就当没有听见，根本就没有来管过我。那他不是有去买个盆打了水过来给你了吗？你不觉得这些东西都应该是在生孩子之前你们跟我准备好的吗？不是，但是在我觉得要你们跟我擦的时候，你们再临时出去买。但是本来进产房的时候急急忙忙的，我没有想到那么多，也没考虑到那么多。你这个，你都没提前准备啊？都没有。但是，等于反正匆匆忙忙，对吧？你觉得他母亲照顾不周到，所以就把娘家妈接来了，娘家妈照顾你是吧？对的。这个大概就跟婆婆的关系就很紧张了。这么算下来，那他现在基本上跟我妈妈两个人待5分钟就会吵架。我觉得跟婆婆其实也没有那么的不好，其实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每次在我跟她妈妈有争吵的时候，她都是站在妈妈的角度，没有想过我生的孩子有情绪，然后我一个人带孩子有那么辛苦，对，她就觉得我应该去体认老人家，不管她妈妈做什么，我都得谦让。刚才她说了一个细节，说现在你婆婆要去看孩子。你就不在，是故意的吗？我也不是说是故意的，因为他妈妈每次过来，其实根本也没有帮我带过小孩，因为他每次说是过来带，他其实也不会换尿片，也不会喂奶粉，他只是在那里看着。然后我去闺蜜家，其实闺蜜还会帮我照顾一下。他呢？他在家里每天就把家里当宾馆一样的，然后玩手机啊，看电视啊，要不就出去打球了。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我觉得家务事带小孩本来就是女人应该做的事情。像我本来在外面每天工作就很辛苦了，真的，我觉得一家老小的开销所有人都是我来承担，因为我在外面本来就这么累，我回家我当然想好好休息，对不对？但是你是一个爸爸，一个老公，你觉得你回家跟我分担一下带一下孩子，你觉得有问题吗？哎，你会给孩子换尿布？不会。洗澡呢？洗澡就搬着洗过1、2次吧。男孩女孩来着？男孩。跟你亲吗孩子？跟我老婆比较亲。确实我在家的时间不是很多，都是我老婆，就是从出生到后面都是她一个人带的。全是她一个人？对。你母亲陪你多久
我母亲也是出了月子，就回去了，因为我家里还有爸爸有弟弟嘛，然后他也要照顾。厉害厉害厉害，就是一个。都没回家是吧？偶尔回去一下。就儿子反正也不管。儿子就是回去看他嘛。你觉得就应该他管是吧？我是觉得女人在家带孩子是应该的。我觉得像我们男人就应该在外面挣钱，承担家里这些开销是我们的责任。骄傲对吧？不是骄傲，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应该的。对啊，所以他们干点活也是应该的，是吧？对，我是觉得男的就应该主外，女的就应该在家里照顾好家庭。那女的照顾好家庭的标准是？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我老婆做的倒挺好的。哦，倒挺好的。对，她只是我觉得她现在脾气变得有点让人难以接受。那你希望她怎样呢？我希望她能够像我们谈爱的那个时候，对我稍微，不说那个时候，就是对我稍微关心一点点。那你怎么不说我跟你结婚之前我什么都不用做啊？我每个月拿了工资就自己玩自己用就可以了。我跟你结了婚之后，我又做那么多事情啊，你怎么不说我变得有原因的啊？你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就是如果他再这样下去的话，我就带孩子回娘家了。这回娘家还有其他的含义吗？我觉得我也不想影响孩子，至少现在我觉得可以分开嘛，然后我可以带着孩子去娘家，然后我也会轻松一些。明白了，太累了是吧？我们把这个你变了这个事儿，我们基本弄清楚了。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小雅，是你瞎猜测的还是确实有？是的。如果没有这种事情，我觉得别人也不会来告诉我说他穿着浴袍站在他的房间，对吧？你总是别人告诉你，他们说，不是他有没有穿浴袍站你的房间？但是因为我们是一起在外地做活动嘛，然后当时因为我们住的房间都离得很近，他当时只是过来问我晚上要点什么吃的啊，只是到我房间。如果他朋友都能够看到他站在我房间，证明我的房门没有关啊，只是进来问我一下，简单的问我一下。那他怎么不穿着浴袍站在别人的房间啊？他怎么不去问别人，怎么偏就来问你呢？我觉得你就是在针对我。其实对这件事儿你非常在意，对吧？是的。你觉得你夫人在意这件事儿在意的对吗？我觉得应该在意，但是不要像他这么过，他每次都拿这个事情跟我吵架。确实跟他没什么哈。本来就没，他又知道我有老婆有小孩，他能够跟我有什么？你确实没对他有什么哈。没有，就是贪玩，喜欢打篮球是吧？对，我就是比较爱打球啊，因为我之前上高中上大学都是打球的嘛。听明白了，你对未来生活有什么打算？他说他要回娘家，你呢？我当然不希望他回去嘛，毕竟说句实在话，我老婆就是除了她脾气差一点，她真的做的还是挺好的。老师们大概已经看到一些问题所在了，你们听听老师的意见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太太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生了40多个小时，在国外，我一句外语都不会说。后来也是剖腹产才生出来，然后小孩放在一个车里边，我感觉他那个意思大概是让我推回到产房去，
我就推着这孩子走了，把孩子推回到产房，还有几个朋友陪着我，再找我太太我就找不着了。你被晾了多长时间？婆婆和她没管你？具体时间我也不是很记得了，反正就我太太当时打了很多的麻药，麻药醒了以后，觉得浑身冰凉，想让人给她盖个单子，但是她不会说外语，她觉得整个人生就完了。但是后来她每一次提到这个事情，她都是笑着跟我说的。我是这么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儿媳妇跟婆婆之间会有绝对的矛盾。其实只要你想开了，都可以通。我太太比我还思念我母亲，我母亲去世20年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俩就刚开始谈恋爱，还没有结婚。我妈妈就特别想让我早点结婚，你别出去混什么导演什么演员，你都别去混了，赶紧结婚给我生个孙子。我那会儿没大听话，后来我妈妈就去世了，很遗憾。所以我跟我太太从来没有办过婚礼，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婆婆，我太太觉得办不办也没有什么意思。直到现在，一到过年过节，自己稍微幸福一点的时候，想起婆婆，我太太就哭。这种感情啊，你还别说，你现在跟太太感情不好，但真的你回去找一件事情，就在孙子身上找一件事情，你看一看他对孙子的爱，你可能会跟他把感情递进的特别的自然，因为你们有共同爱着的2个男人，一个是他很爱你丈夫，另外他肯定很爱孙子。你之所以能够嫁给他，你也应该是很爱他，同时很爱你自己生下来的儿子，所以你跟他之间不应该有矛盾。但是这个呢，不是你的错，因为之前有过一些误会，回去看一看是否能够找到婆媳之间能够像母女之间那样的感情的机会。如果能找到，后面的几10年你们都会很幸福。范哥，我再说你，首先回答我。虽然超哥刚才已经问过了，这个小雅到底是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我老婆的事情。这一点起码是比很多男人都强的，敢在这么郑重的场合对天发誓，这真的说是还是一个不错的老公。我这个导演，我是专门看演员演戏假不假的，我觉得不假。小雅那个事儿没有，我就不再说了。但是以后任何一个女人要是穿着睡衣站在你旁边，都是你的错，能不让人怀疑吗？所以人家提出来是对的。这谁告诉你，这个带孩子做家务还得照顾你，都是女人的事儿啊？还有，因为我觉得本来会做饭吗？会一点，但是做的不好吃。做的不好吃就不是优秀的男人，不会换尿不湿就不是好爸爸。我告诉你，我特别熟练，给孩子洗澡特别的熟练。洗完澡之后，把孩子放在床上，换尿不湿之前，还应该给他的后背做一些按摩，要给他浑身都抹上一些保护皮肤的东西，然后换尿不湿。然后睡觉之前必须要换上衣，上衣要长一点，争取能把尿不湿盖下来。因为孩子都爱踹被子，所以上半身很容易晾到，然后这个时候给他盖一个比大人薄1半的被子，他会睡得很好。我今天晚上啊，本来做完这个节目，川哥是要留着我在天津吃饭的，但是我决定不做，我做完节目立刻就回家，因为我想给孩子洗澡、换尿不湿，然后带他睡觉。这是男人的幸福，也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也是未来你在孩子成长成一个人才的时候，你说这是我培养的儿子，你可以骄傲地说出这句话的。今天的社会生活，他妈妈这么优秀，难道自己就不能挣点钱养活孩子吗？一定能。你不要以为你挣了钱养活了孩子，你就是骄傲的父亲，那不骄傲。你要陪伴他。我也喜欢打球，但是有了孩子以后，我基本上1年打2回，你就不能牺牲几回打球吗？这边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没跟婆婆处理好关系，不证明你不是好儿媳，证明你不是一个特别会处理感情问题的儿媳妇儿。尤其是婆婆要来，你带着孩子走啊，这事儿不行。即便是自己有点生气，自己走也必须把孩子留在家里，不然婆婆会记恨你的，因为那人家也是骨肉啊。再有就是一定要想20年以后的自己，给自己留后路，想好回去找点辙，跟婆婆好好的沟通沟通。我觉得这一家还是蛮幸福的。姚老师，听完了以后，我觉得我可能要批评这个男嘉宾2句。第一，我觉得你过于自我；第二，我觉得你有点大男子主义。不是你一个人挣钱养家，所有的男人都应该挣钱养家，
帮助太太照顾孩子，做一些家务，这我觉得都是一个男士身上应有的美德。你连孩子，刚才川哥问你多大记不清楚，怎么换尿不湿记不清楚，洗澡怎么洗不会。我给你的建议是，抽出1个月的时间，让太太去旅游，自己带1个月孩子。好，谢谢杨老师，好主意啊。涂老师，你口口声声说男人挣钱养家是应该的，还不够准确。应该说男人挣钱养家是最基本的，没有什么洋洋自得的。如果说一个男人的职责只是在于挣钱养家的话，那只要能挣钱养家的男人就可以成为她的老公，因为他不需要投入感情，不需要投入爱，只要扔2个钱在家里就可以了。既然当爹了，就请做出一个当爹的样子。你说你不带孩子，你不善其能，你可以做家务，可以做些辅助性的工作，但是你什么也不干。你呢，有一句话说得好，人生就是呼吸，呼者为顺一口气，吸者为争一口气。如果你只吸不呼，这口气就堵在那儿，你整个婚姻就是在赌气嘛。那口气就是孩子吗？但是你要想清楚，无论她的婆婆对你怎么样，好或者是不好，又如果这个婚姻结得顺或者是不顺，家是你自己的家，孩子是你自己的孩子，老公是你的老公，日子是你自己的日子。你跟自己过不去，可不就你自己难受吗？你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追求幸福。你赌气有什么意思呢？你赌来赌去，赌到最后，可不就今天跑到台上来了吗？既然结了婚，生了孩子，赌气不是日子，解决问题才是方法。男人要负责任，就这样。我其实承认变，人怎么会不变？尤其一个女性做了母亲之后，她的变化非常大。男人也会变嘛，你没跟上嘛。而且我一直觉得婆媳之间有冲突，既不是婆婆的问题，也不是媳妇儿的问题，一定是一个无能的儿子。你发现这个儿子特别强的时候啊，就这个先生特别强的时候，家里一定不出这样的事儿。怎么可能说媳妇儿跟妈掐起来了？一观察是这个男人特别弱，两个最容易搞定的女人你都没搞定。虽然人家说他们是天敌，其实哪里有天敌嘛？就两个女人争着爱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就不能把这个事儿弄清楚，他不就是弱吗？不是让你们两个人打架，是让你自己有主心骨和主见。知道带孩子真的很辛苦，真的不容易，注意一些方法。郭导说那个特别对，以后他母亲来，你要跟他母亲有意见，你把孙子放在那儿，你出去玩去，你不是累吗？让婆婆帮你看半天，多好啊！别较劲了，好好过吧。你啊，老师们说的话一定要记住，该干家务干家务吧。好了，接下来把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知道我很粗心，也不够细心，陪你们时间很少，但我真的是很爱你跟宝宝的。就是有时候我知道我口才不是很好，我不知道怎么处理你跟我妈妈的事情，但我真的希望你们两个人都好。我希望你们俩关系都融洽，我们可以一家人开开心心的，一起出去玩也好，一起干嘛都可以。然后我求你了，陪我走一辈子。其实我也就希望你能多陪一下我跟宝宝。其实我对你也没有什么很多的要求，就是希望你能跟我分担一些，陪我一下，就是学会帮我带一下孩子。我会的，老婆，我爱你。好，谢谢两位，请回啊！别出来啊，带着孩子回娘家，回。来，请关门。看看他们自己最后的选择是什么。请开门。
我爱你。我有个建议啊，你看你们家里是在长沙对吧？对。然后这次来天津了，身为儿媳妇儿，你待会儿如果能收到这个易贝诗的礼物，转送给婆婆，再给婆婆买2盒大麻花，真的，希望天下所有的儿媳妇都能跟婆婆成为像母女一样感情的，我想我们这个社会就会更美好。对，其实就是提醒一下儿媳妇儿吧，20多年以后，一个陌生的比你漂亮的年轻女人，把这个你曾经怀抱着的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男人，带到了另外一个房子里。你儿子挣的钱都给他，你儿子跟他生活在一起，见到你都不搭理的时候，你得多恨这女人呐！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啊。对呀，你就琢磨这事儿，你就知道怎么跟婆婆处了。所以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啊，那个儿子一定得让你妈妈看，什么都不要说。看完之后，你妈妈上班嘛，也肯定是知识分子，也肯定是一看到这个节目也会理解儿媳妇了。所以这个我相信你们这个家庭以后能够特别的美满幸福。哎，行吧，有请小花童吧，有请。谢谢。哎，这个好啊，送给婆婆啊，要保湿易贝诗啊。好了，接下来见证你们的浪漫时光。希望从今天开始，你们可以翻开生活新的篇章。各位请见证。老婆，我会爱你一生一世，爱宝宝一生一世。谢谢。